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绍一题和二元素有关的题目，而且也可以顺便复习最近常常介绍的广度优先演算法。题号是1302 Deepest Leaf Sum 最深的叶子节点的和。题目会给定一个根节点，这个根节点是一个二元素的根节点，要求我们返回这一棵树最底下叶子节点的元素总和。以第一个例子来说，它给定我们一个二元素，根节点是1，然后分别有底下的质数还有叶的节点。那以第一个范例来说，题目要求的就是最后一层全部的元素总和。那最后一层元素有2个元素，一个是7，一个是8，所以2个相加就是15，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好，第二个例子它长这样子，不过因为第二个例子它范例比较大，那假如是第一次用的同学可以留意，在国际版的这边下面会有console打开之后，它会把二元素的范例输入给画出来，所以可以从这边看到范例2的输入就是这个 case 2的输入，点开之后它会有一个视觉化的呈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那范例2的输入是这一颗二元素，根节点是6，那它最后一层有4个元素，所以分别是9、1、4、5，它们相加就是9加1是10，10加4是14，14加5就是19，所以最后的返回答案就是19。好，接着看看有没有什么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是说，整个二元素的节点数目最少一个，所以它保证一定有根节点，而且根节点一定存在，不会给我们一颗空的数。然后另外一个提到说，最多会有10的4次方个节点，所以最多会有10000个节点。所以10000个对二元素来说规模已经算稍微有点大了。假如节点的总数符号是 n， 那么合理的推敲，这道题目的演算法上限最多不可以超过 big O n， 因为拜访整颗数最多也在 big O n 嘛，所以假如比拜访整颗数的复杂度还高，应该是通不过平台的测试，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第二个说每个节点的值有一个范围，最小是1，最大是100。那基本上有了题目叙述之后，还有约束条件可以怎么想？第一个比较直觉的想法是，我们先用深度优先，或是用一个坏回圈，先把这棵树的最高高度找出来。以第一个范例来说，最高高度是1、2、3、4，最多有4层，所以先数出这一棵树的深度是4，再从根节点访问一次，访问到第4层的时候再把元素相加。但其实还有一个更漂亮也更适合的写法，就是用到我们最近常常介绍的广度优先 BFS。 为什么？因为广度优先有一个先天的性质，它是一个点扩散的模型嘛，也就是说今天假如根节点想成是我们点波源，那它每一层往下拜访的时候，自然是一层一层拜访，而且最后停下来的时候刚好会是最后一层。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计算树的高度，假如我们使用广度优先演算法，当这个演算法从根节点开始拜访，一层一层拜访下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停在最后一层。以右边这个范例为例子，当我们再从根节点出发的时候，第一层会来到这里，第2层、第3层、第4层，最后一次停下来的时候，刚好会停在我们最深的那一层，也就是题目要求我们计算的那一层。这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一层的元素相加，最后就是我们返回答案，也就是7加8会等于15。更细部的操作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以有一个叫做 summation 的变数，然后这个变数呢，就是负责计算每一层的和。当我们计算到这一层的时候，最后的值就是我们的答案。以这个范例1为例，一开始这一层的总和是1，下一层因为是第2层嘛，所以第2层清空从头计算，这一层的总和是2加3会是5，然后这一层的总和会是4加5加6，所以是15。再下一层就清空从头算，所以是7加8等于15。这一层已经是最后一层了，所以当整个演算法结束的时候，最后 summation 的 value 这个15就会是我们7加上8最后一层的值。所以这可以用广度优先很漂亮来完成这一题，也呼应到广度优先先天带有这个点波源扩散的性质。好，那我们来看程式码可以怎么实现。想到广度优先，就会想到一个探索的 Q， 那探索的 Q 要放什么？探索的 Q 通常都是放我们的起始点，所以以二元素来说，起始点就会是我们的根节点。那刚刚题目已经保证至少存在一个节点，所以在这一题里面，我们可以假定根节点一定存在，所以我们这边不用检查存在性。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创造一个 level 上的变数，这个变数就是负责计算每一层元素的总和，接着就开始一层一层的用广度优先来拜访。那每一层就是拿出当下的节点，然后把当下的节点元素加到 level 上之中，接着把下一层的节点，也就是子节点，以二元数来说，子节点就是两个，一个是左指数，一个是右指数。那它们存在的话，就分别把左指数和右指数加入下一层 Q， 一直反复拜访。那当我们遇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呢，会发现下一层 Q 已经空掉了。当空掉的时候，代表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层，来到最后一层，这时候跳出返回了最后答案 level 上，就会是我们的最终答案。OK， 到这边我们快速测试和提交我们的程式码，没有问题。好，最后来分析我们的复杂度，时间上的成本会落在哪里呢？时间上的成本其实就是广度优先探索整棵树的成本。那整棵树有 n 个节点的话，就是每个节点拜访一次，所以最后的总成本就是整棵树的拜访成本，也就是 big O(n)。那空间呢？空间我们会用到一个探索的 Q， 探索的 Q 最大会多大呢？探索的 Q 最大就是最后一层节点的数目嘛。那二元数的特性就是最后的总节点顶多就是n，那n在复杂度来说等同于 big O(n)， 因为1/2系数可以省略，所以最后一层最深是n，但是以 order 来说依然是 big O(n)， 所以最后空间上的复杂度就会是 big O(n)， 也是我们广度优先这个探索 Q 最大的大小。好，以上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可以发现广度优先不管是在图论还是在二元数的题目中都有极大的应用价值，所以强烈建议假如前面已经看完的同学可以和这一题做一个结合性的思考，然后从中加深印象。广度优先具有点扩散的这个性质，还有层层拜访由浅到深拜访整棵树或是整张图的性质。好，以上到这边，假如还有疑问或想讨论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最后不要忘记按赞、打开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们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喽。